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预备起，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现在运动，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四肢运动，1、2、3、4、5、6、7、8，2。官方鬼畜最为致命，想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吗？欢迎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王文。很久没有这种拿到一款新产品让我们激动不已的心情了。我们拿到大疆 Ronin SC 这款稳定器的时候，我们就特想把小拳拳砸在大疆研发工程师的胸口。死鬼，你咋才来呢？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从初创开播，每一期节目都有稳定器的画面，大到配合 Red 的 Ronin 2，小到 Osmo Pocket， 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 Ronin S。 可以说稳定器是我们使用最频繁的附件了。那么问题来了，稳定器到底可以给你带来怎样的画面？职业的视频制作者想用精美的画面来吸引观众的目光，普通的视频制作爱好者呢，想用平稳的画面来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在这方面呢，3轴电子稳定器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声明一点啊，我们并没有得到大疆的任何的赞助，只是拿到了一个测试样机来进行测试而已。您所看到的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们几个星期测试之后得到的结果，还有我们使用的体验。如果您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请点击屏幕的右上角或者右下角的关注和订阅我们采风摄影生活杂志，谢谢。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从开创之初一直到现在，手里经历过无数根稳定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年代，从轻量一直到重装，我们使用的稳定器基本上出现在每一期节目里边，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用处。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稳定器上也有我们很多自己的心得。稳定器，稳字当头，一切功能和性能都是围绕着稳字来展开的。不得不说到稳定器的稳定性，我们使用的所有稳定器里边，如影 S 是表现让我们最满意的。但是如影 S 的缺点也是太明显了，就是太重了每次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多次提到了大疆如影 S 这个 1.8 公斤的自重让我们举之不动，弃之可惜。而且呢，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的相机的自重也只有1公斤而已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如影 S 太大了，这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很多时候你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低调拍摄的时候，尤其显得非常的不方便。说到如影 SC，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小、轻，而且性能完全没有妥协。小真是比以前小了很多，3轴还有电池都变短了，而且呢，横滚轴变成了固定长度的设计，不用每次都要收纳横滚轴来进行锁定。它增加了3轴锁，所以方便调平和携带。
轻巧的这个短臂正好可以配合我们的 A73进行工作。你别小看短出这几厘米啊，这就意味着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不用再专门带一个装稳定器的箱子，也不用专门找一个人拎着稳定器了。甚至你都可以把稳定器跟相机一起折叠锁定收纳到你的背包里边，轻轻松松解放双手。就这么一点小的变化，我觉得解决了是能不能把稳定器带出去的问题。另一个印象就是轻，如影 SC 比如影 S 你从参数上来看只是轻了700克左右。但是你别小看这个700克，这可是轻了40%的重量。这700克的重量可是着着实实压垮摄影师双臂的最后一块砖头啊！更轻的重量意味着你可以进行单手操作，也就是说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运镜，还有这个操作、推拉、摇移、跟甩更自由。而且更轻的重量呢，意味着摄影师可以使用长时间的运镜，不必打乱表演和拍摄的节奏。大疆如影 SC 使用了大量的设计和方法来减轻这个稳定器的重量。首先呢，它在机身上使用了大量的高强度工程塑料，而且像一些比如像快拆、三脚架还有锁紧装置的时候呢，使用了大量的镂空蜂巢设计来减轻重量，甚至为了减轻重量和体积，它使用了更小巧的 Arc Swiss 的快装板的接口，而不是像传统的慢幅度的大的快装板。这个必须要赞啊！我们出门的时候不用带2套快装板了。但是注意一点，它这个 Arc Swiss 的接口反向不成立，像我们用的 Peak Design Arc Swiss 的这个快装板是没法装在如影 SC 上来进行使用的。如影 SC 使用更小号的电池，小了大概30%，但是有一点呢，这个电池跟如影 S 是不通用的，所以期待使用如影 S 大电池来延长这个电池使用时间的朋友可以死心了。这个如影 SC 使用了 XY 轴锁定的一个新的设计，简化的设计，也就是说 XY 轴是只要一个螺丝钮就可以固定住的。刚开始呢，我还有点不适应，每次在左右调频的时候呢，相机会前后的这个滑动。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快装板上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卡扣，定位卡扣，所以你每次把快装板紧紧的靠在这个卡扣的位置，再去拧这个固定螺丝就方便了，非常容易调整和调平。但是千万要注意，每次在收纳之前要把这个卡扣锁紧，再放在包里，谨防稳定器放在包里以后，这个横轴改变位置。对于产品的设计呢，我只能说大疆实在是太自信了。我们刚拿到产品的时候，发现外观上跟如影 S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这完全就是同门兄弟嘛。你看这个马达啊，包括控制单元，整个是一样的，还稍微有点小失望。我本来是以为有一个全新的设计呢，但是后来一想，只要能干活，你管它设计咋样呢？其实仔细看了一下啊，大疆如影 S 它的产品的设计更多的变化是放在用户体验和操作方面，比如像它取消了这个电池开关，这样的话不会出现你误开电池，然后电池白白流失的问题。而且呢，它的睡眠开关从之前的双击变成现在的一下单击，换姿势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正握、反握的切换，很舒服。说说性能表现吧，我只能说大疆近期出的产品从没让我失望过，稳。真的是稳，配合索尼 A73 机身变焦镜头2875、2470f4，还有新出的腾龙1728，没问题。配合定焦镜头索尼24.1.4 G Master 5.1.8，没问题。上面再放一个罗德的 Wireless Go 无线麦克风，没问题。如果您自己使用的是不同的相机，可以直接从大疆的官网上看一下相机和镜头配置列表啊，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其实看相机它的在稳定器上工作表现，不光是看稳定器的承重，更多的要考虑一下相机本身的体积和它的外观设计。比如说啊，我们用的 Zcam 和 BMPCC 两个机器的机身重量都是850克，因为 Zcam 它的重心比较集中，所以放在如影 SC 上 OK 完全可以工作。但是 BMPCC 因为体积变大，重心变高，在上面完全不能配平。稳定器工作的表现好不好，不光是增加电机力度的问题，更多是看它的算法配合的问题。在这方面呢，大疆从最早的电影级的稳定器 Ronin 2、Ronin M 到小巧的那个像 Osmo Pocket， 一路这样做下来，我们对它的算法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最后使用的结果呢，就是稳，真的是稳，
职业拍摄者的操作体验也是让我们非常看重的一项啊。大疆如影 SC 出了2个新的功能，让我们非常的兴奋：体感操作还有智能跟随 3.0。体感控制最早只是在一些专业的电影应用里边会有，比如像电影里边出现跟车的这个车拍大疆的 Force Pro 体感控制器放在云台上，可以用它来远程控制，比如像Ronin 2或者是大疆如影 S 来进行这个无线控制。但是这套设备的价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现在好消息是，大疆的如影 SC 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体感操作，而且这个灵敏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这里边操作的时候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套系统不带无线图传。像索尼 A73这种机型，它自带的无线图传性能非常非常的差，不稳定，大概出了10米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非常大的延时，没有什么太多实用意义我在想大疆它已经有这么完整的图传解决方案，为什么不能够移植到如影 SC 里边呢？你看如果想象一下我们把 Mavic 那一套超强的无线图传系统移植到 SC 里边，既可以用 Mavic 的手柄来遥控3轴云台，又可以实现手机无延时的图传，那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操作体验。相比之下，新出的智能跟随 3.0 这个功能呢，更加有实用意义了。智能跟随，玩过大疆无人机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功能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成熟了。只要在屏幕上选择你要拍摄的物体，无人机还有它的云台就会自动进行跟随。现在大疆把这个功能升级移植到如影 SC 稳定器里边，你把相机放到稳定器上，再把手机卡到相机上面。下载好 App 以后，在手机的画面里边点选你要跟随的物体，这时候手机就可以遥控云台来进行跟踪拍摄了。这绝对是拍摄运动和喜欢跟拍的拍摄者的一大救星。但是建议有2点：第一，使用的镜头建议是在16到28焦距之间，也就是要广于手机的焦距。如果你使用更长的焦距的话，有时候会容易跟丢。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跟随的画面完全依赖于手机拍摄的画面，所以在一些低光照、大光比手机拍摄困难的时候呢，它的工作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电池续航，我们实际测试下来呢，6个小时，我们的这种高强度使用是没问题的。说到附件就是大疆如影 SC 在操作手柄两边保留了大疆如影 S 那种的扩展接口。它随机附带了一个冷靴的接口，这个冷靴接口你可以安装任何的标准设备，像我们的话就是使用一个麻雀云台，接上一个 Atomos 的 Shinobi， 可以轻松的进行监视，还有不同角度的拍摄。总结，如果您拍摄视频只是为了玩，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市场上任何稳定器。如影 SC 虽然比如影 S 轻了很多，但是它比市场上同类的稳定器还是偏重了一些。如果您期待的是那种拿在手里轻若无物的感觉的话，大疆 SC 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您是对画质有要求、拍摄体验有一定追求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 SC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给您很好的拍摄体验和稳定的画面。它虽然是一个单手的稳定器呢，我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还进行双手操作，让您得到更稳定的一个画面。那说到大疆 SC 和如影 S 2个选哪个问题，说白了还是承重的问题。我们实际暴力测试在 SC 上面可以装最重的是 A73加上腾龙2875这支变焦镜头，但是如影 S 的承重我可以使用BMPC C-RED 甚至 C200这种重装的机型，而且如影 S 由于它的电机力度更大，所以可以轻松放在车载系统上进行拍摄，承受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这还是干大活使用的一个家伙。从单反相机增加视频功能开始，这短短的10几年，个人影像制作产品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现在我出门包里无人机 Action Cam 上天下海 ，DJI 让我们增加了观看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次大疆如影 SC 出现呢，让我们的画面的画质又上了一个台阶。希望 DJI 加油，让以后我们这些个人 Vlog 博主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玩得更爽、更开心。感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点赞、评论、转发、订阅。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